富二代酒驾飙车被交警拦住，他一点不慌，熟练的数出一叠钞票甩在了交警脸上。可人家根本不是这套，富二代想要跑，一脚油门直接把交警顶在车头，开出去好几百米，把交警甩成了脑震荡。就这样，富二代进了班房，可他根本不在乎，因为他心里门清，自己的有钱老爸一定会来捞自己。果不其然，老爸立刻赶来，警察局长亲自接待。一番谈判后，老爸答应给警局每人配置一台电脑，外加更新1半的警车，这才捞出了儿子。第二天晚上，富二代领着大妹子从夜店里出来，正好撞见自己的爱车被拖走，他气得连忙追了上去，刚拐进一个胡同就被人打晕过去。等到再次睁眼时，他发现自己穿着中世纪才有的服饰，接着环顾四周，发现身处一间木屋之中。他下意识地发问：我手机呢？金毛一脸疑惑说：手机是啥？富二代有点懵，秉承着36计走为上计的原则，趁机翻出窗户逃跑，边跑边向路人求助，但身边的人都像看傻了似的看着他。半路还遇到了一只大狗熊。接着富二代被抓了回来，他彻底迷糊了，大喊着这是几年呢？为啥一切都这么古老？这时管家来了，奴隶逃跑那可是大事儿，富二代直接被绑了起来，送上了绞刑架，绳索往脖子上一套，富二代怕了，感情自己真穿越了，而且开局就要凉凉。好在这时大小姐骑马赶到此地，可人美心善，赦免了富二代。死里逃生后，富二代认清了现实，自己果真穿越了，而且还是个奴隶。然而这时一只老鹰掠过，飞进了远处的一座风车中，仔细一看，竟然是架无人机。风车里面一群现代人正围在监视器前看富二代出丑。战斗民族的土豪为了教育不成器的儿子，竟然斥重金建了一座影视基地，还请来一流的真人秀导演以及上百个群众演员，钱没有白花。富二代真的以为自己穿越到了中世纪，成为了地主家的小奴隶。打小张扬跋扈的他，如今时不时就被管家踩在脚下，胆敢背后嘟囔就是皮鞭伺候。一日三餐不见荤腥，只有白粥相伴。Это что? А мясо где? Вот и мясо. 为了改善伙食，他教唆金毛一同偷走邻居家里老母鸡，不料很快东窗事发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主动认罪，只需要挨3鞭子，不然管家就随机挑选一个倒霉蛋抽了30鞭子。在这场良心的考验中，富二代选择了沉默，眼睁睁地看着金毛被带走。事后看着满身伤痕的金毛，他依旧没有一丝同情，还打趣说金毛不抗揍。土豪觉得儿子彻底没救了，想要终止演戏，但导演却认为想要唤醒富二代的良知，那只有爱情才能办到。于是在导演的设计下，1年1度的篝火晚会开始了，这是少男少女们挑选意中人的绝佳时机。富二代呢也很兴奋，为了活跃气氛，他带着众人蹦起了野礼。本来按照导演的计划，富二代与地主家的千金应该有一段浪漫悲惨的感情线，可人算不如天算，富二代偏偏相中了村姑小美，还主动上前搭讪。导演注意到了这个画面，于是决定临时改剧本。他找到小美，说不他出演女1号，和富二代谈情说爱。时间一长，富二代渐渐动了真情，眼看时机成熟，导演安排了一场苦情戏。地主对富二代说：只要你愿意忍受30鞭子，我就还你自由之身，并把小美许配给你。富二代心动了，为了自由，为了小美，区几十鞭子算得了什么？然而这可是真打呀，监控室里的老爸都不忍心继续看了。很快富二代咬牙挺了过去，可当去索要卖身契时，地主却翻脸不认人了，还把富二代摁在地上摩擦，各种羞辱加谩骂。这个富二代正被人往脸上吐痰，监视器里的土豪老爸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，他希望儿子能奋起反抗，做个男人。可富二代呢，却连个屁也不敢放。面对如此羞辱，他竟然松开拳头，灰溜溜地离开。为了让富二代开窍，导演还特意安排小美和他搞对象，2人一起喂马，一起泛舟，一起在草原上漫步，还一起享用烛光晚餐。富二代从未这样开心过，他尝试着对小美敞开心扉，还解释了那天为啥没有对地主反击。Так хотел бычку в рожу дать. Потом на него что-то посмотрел. Я ж такой же скотиной был. 听到这话的老爸十分惊讶，小美也很惊讶，他们都惊讶于富二代学会了自我审视，这在以前压根儿不可能。看着富二代的转变，所有人都很兴奋，看来是时候把剧情推向高潮了，用一场爱情悲剧将富二代蜕变成真正的男人。导演安排了一群蒙古骑兵侵略村庄，小美被掳走当压寨夫人。对方说，如果有人能打败麾下最厉害的武士，就可以救回小美。所有人都对富二代投去了期待的目光，小美也不例外。可
富二代却犹豫不决，最后更是神情呆滞，头也不回的离开了。所有人都很生气，特别是小妹，她动了真情，当然也被伤透了心。土豪老爸也感到绝望，看来自己的儿子那真是个扶不起的阿斗。然而逃走的富二代却突然气场全开，眼神变得坚毅有力，原来人家没有逃跑，儿子去穿装备了。下一秒的身骑白马，手持长枪，宛如骑士一般冲进了蒙古士兵中。群演们怕伤到富二代，也都是被动挨打。最后他把小美拉上了马背，带着她策马离开。两人一路冲出森林，不知狂奔了多久，竟然意外的跑出了片场，看见了熟悉的加油站。经此一招，富二代变了一个人，不仅对待感情认真了，还明白了老爸的良苦用心，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男人。这部电影名叫《富二代》，看完后老弟想说，建议外国编剧了解学习一下《变形记》，说真的，比你们拍的电影那可好看的多得多。